力碗面，两个粗，两个细，一个不要葱，一个煮硬点。要多久啊？10分钟。先煮吧。我们先去银行取点钱。我叫张隼，是个无恶不作的抢劫犯。我曾用枪管不断丈量人性的底线，直到刑场上的枪口转向自己，我才明白，暴力从来不是征服世界的利剑，而是悬在自己脖颈上的枷锁。1991年，我带着老鹰帮的兄弟们盯上了长浦市友谊商行内的一家金店。几人分工合作，将商场四周的环境摸得一清二楚后，便将卷帘门关闭，开启了捞金之路。我们刚戴上头套，柜台小姐姐就被吓晕过去，手下见状，顺势砸碎柜台玻璃，把金子全部倒进包里，眨眼间就将金店洗劫一空。此时，警察中队正好路过此地，他发现原本要举行周年庆的商场，现在却大门紧闭。察觉到异样的他，立刻下车走到商场门口，通过缝隙往里看去，恰好目睹了里面发生的一切。可殊不知，中队的举动早已被天台放风的兄弟发现。正当他准备打电话寻求支援时，我的手下及时赶到，并把他打晕了过去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们在抢救完金店后，就将中队带上了车。逃跑途中，我为了找点乐趣，便掏出手枪顶住了他的脑门。讲个笑话吧，好笑的话，留你一条命。可中队不肯配合，只是苦笑了几声。可能他认为自己堂堂一个警察队长，却被我们一伙劫匪绑架，也算是莫大的耻辱吧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响起刺耳的警笛声，我立刻命人蒙上了中队的眼睛，还把自己的头套给他戴了上去，准备将中队扮成劫匪扔下车，却不料动手时被他咬住了耳朵。兄弟们见状，果断将其推了下去，然后趁着警方抓捕中队之际，火速驾车逃离了这里。可怜的中队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自己当了10几年的刑警，也会有坐牢的一天。好在他证实警察身份，最终被放了出来。误会解除之后，他第一时间查看了老鹰帮的资料，竟惊奇地发现这已经是我组织的第8起抢劫案。可由于我做事干净利落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，使得警方对案件一筹莫展。而另一边，我已经在策划下一场行动。我们像往常一样，在目标银行附近勘察地形，并特意拨打了报警电话。由此计算出，警车到达现场最快时间为7分钟，但这家银行分别拥有4道保险库，想要全部打开，至少需要12分钟。正当大伙儿被时间限制的束手无策时，我站了出来，给我一根绳子就够了。说完，我便潇洒离去。为了确保行动的万无一失，当晚我就组织兄弟们进行了一番演练。第二天，我们不慌不忙地走进银行附近的面馆。力碗面，两个粗，两个细，一个不要葱，一个煮硬点。要多久啊？10分钟。先煮吧。我们先去银行取点钱，回头来付。紧接着，我们就大摇大摆地走进银行，熟练地戴上头套后，兄弟们便在人群中大开杀戒，而我则用绳子缠住保险库，紧接着用力一拉，坚硬无比的铁门被瞬间弹开。我们顺势把钱全部装进包里，再把人质锁进屋内，满载而归。然而抢完钱后，我们没有立马离开，而是回到馆子吃起了事先点好的面，就这样在楼上看着警察的到来。此时几名警员十分困惑，我是如何用一根绳子打开4个保险箱。中队见状拿了根鞋带，开始还原起案发现场。这种结呢，相当于他们的滑轮，理论上叫争议，都是高手啊。中队从银行出来后，正好来到那家面馆吃饭。此时小女孩十分惊讶，她没想到居然真的会有警察过来。你们真的来了？什么？之前有个客人说警察叔叔会来，还留下了钱。小妹，等下有几个警察叔叔会过来，告诉他们我警。中队听完后大惊失色，他也没想到我会嚣张到如此地步，因此这顿饭中队吃得极为不爽。他笃定我们还会继续作案，于是通过案发现场掉落的弹壳，找到贩卖枪支的军火商，对他进行一顿爱的抚摸后，成功将其策反。此后我们2人就在无形中展开了较量。友谊商店8分钟50万，浦城银行7分钟80万。当厨子炒多少年菜才能回老家盖房子？协会开黑车，工地搬砖头，衣锦还乡要猴年马月。兄弟们，有大活了！商定好计划后，我们又到银行干了一票，走的时候还不忘扔出一个手雷，消费可能流失了蛛丝马迹。可就在我们准备驾车离开时，楼顶望风的兄弟示意警车正在快速驶来。我收到消息，立刻绕道而行。很快中队就赶到了现场，并下令封锁了所有道路。通过上一次的经验，他知道我肯定会留一人在高处望风，于是利用对讲机通知同事在下面守着，自己在第一时间冲上了天台。我从警方的对讲频道中得知此事后，立刻让兄弟撤离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两人瞬间在楼顶展开激烈的枪战，交火中，好兄弟不慎中枪，从高空坠落。
好在有树枝减缓下坠的力度，才没有落地成河，而我不能让它落在警察手里。于是立刻带着兄弟们掉头回到银行，打开后备箱，对着前方无差别扫射。此时现场一片混乱，趁警方掩护群众撤离，我毫不犹豫扔出手雷，送好兄弟去见上帝。可当我转身准备逃离时，一名警员突然扔出自行车，延缓了我们逃跑的速度。中队见状，立马对着上方广告牌射击，最终广告牌倒塌，逼停了我们的车。幸运的是，我们都毫发无伤。汽车与警方正面硬刚，面对我们强大的火力压制，警员们只能到处躲避。于是我让人炸毁面包车，并抢下一辆出租车，在中队眼皮子底下扬长而去。看着死去的兄弟，我的心里怒火中烧，但我清楚地明白，最好的复仇方式就是让警察抓不到摸不着。所以接下来的几年，我们辗转全国各地，疯狂作案20余起，从未有过失手。我们打一枪换个地方的作案方式，让警方的抓捕困难重重。直到1995年，监控探头开始小范围普及，我们的行动才受到了阻碍。兄弟们趁机开始休养生息。这段时间里，我不仅享受到久违的平静，还遇到了相伴终身的女孩。我们很快就坠入了爱河，没多久她就有了身孕。可要当爸爸的我，不得不为将来做打算。于是我用传呼机发出暗号，把兄弟们都约了出来，决定再干最后一票。我们这次的目标是银行的运钞车。见钱箱装进车后，兄弟们立即展开行动，几梭子子弹下去，直接将看守的警察全部击毙。运钞车里的钱顺利落到我们手中。银行职员见状立刻报了警，但面对赶来的警车，我们毫不畏惧，直接迎面撞了过去，并不断朝着对方开枪射击。而这次中队早有准备，他带领着警员与我们展开火拼，并成功击毙了司机。眼见警方的大批支援赶到，兄弟们只能下车殊死一搏。我射杀了一名被车门卡住的警察后，又打停了一辆增援的警车，紧接着扔出一颗手雷，然后趁机驾车逃离。可不料，那名被卡住的警察用尽最后的力气打开了我们的后备箱，成箱的钞票纷纷掉了出来。但我已经无暇顾及这些，转身甩出手雷挡住追击的警察，仓皇逃离了现场。这一次不仅我们空手而归，警方也损失惨重。愤怒的中队召集所有警力，开始在全城进行搜捕，最终在旅馆发现了2名兄弟的踪迹。中队刚刚赶到楼上，一名警员就被杀害，于是双方在狭窄的楼道展开枪战。其中一个兄弟虽然中弹，却依然做困兽之斗，从楼上跳下后还妄想突围，但被追来的警察当场击毙。而另一个攥着手雷的兄弟同样也被乱枪打死。此时的我在伪装成警察成功逃离，而中队通过兄弟的传呼机调查出了我妻子的住址。探秘员在对楼实施监控，我知道自己已被盯上，可还是坐出租车赶到了那里。不过我没有及时回家，而是闯入对面的房间，给妻子打去电话。别乱说话，你最多蹲几年，但我肯定活不了。你懂我意思？你跟上次见过那个男人在一起，不放心。电话那头的妻子心痛不已，她按照我的指示剪掉结婚照的另一半，又剪短了头发，然后便一个人出了门，却没想到刚走就被警察拦住。随后中队带人到家中展开搜查，虽然有关我的东西都被销毁，但他们还是从书籍中成功得知我下一步要去和平西院。于是警方提前疏散了人群，伪装成观众等待着我的到来。这时我刚准备拿出武器，马上就被厮杀的警察一把按住。这回他们都认为我落网了。直到中队审问时，发现我的耳朵虽然少了一块，但伤口十分整齐。显然这不是他当初咬伤的，而是用刀割出来的。虽然眼前的男人也是劫匪之一，但中队清楚，真正的我仍旧逍遥法外。在警队的庆功宴上，所有同事都在庆祝，可中队却郁郁寡欢。他知道我失去了所有的兄弟，唯一能去的地方就只剩下老家了。中队回顾了我这几年的作案地点，发现只有云峰市是我没有动过手的，所以他猜测我极有可能藏身此地。有了这个线索，中队立刻带人赶往了云峰市，并通过结案现场发现的子弹，将卖给我枪支的军火商一并端掉，带着军火商的所有传呼机，他再次在云峰市展开蹲守。不出他所料，没多久我就向军火商发去信息，内容是让对方将枪支送到一直下雨的地方。顺着这个线索，我们最终在澡堂会面。中队终于见面了，你还欠我一个笑话。天台一个，宾馆2个，运钞车你1分钱都没抢走。还有友谊商店，那天你被我抓到车上，你当时说了什么？等我把你铐上，我再告诉你。此时大战一触即发，我率先动手，飞扑过去撞飞他的手枪，可起身时我的刀也被打掉。没了武器的我们只能展开近身肉搏。就这样，我们打得有来有回，互不相让。可靠近浴池边时，我被他重重砸倒，他顺势将我拖入泳池。我站起来想要反击，却又被他按入水中。他找准机会将我铐住，捡起地上的手枪。此刻我清楚地明白胜负已分，但我不甘心就这样被抓住，于是冲上去咬伤了他的手臂。几个月后，我被押赴刑场。望着灰白的天空，我知道自己终于走到了尽头。回顾我这一生都在罪恶中狂奔，
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，可最终还是逃不过法律的审判。随着一声枪响，我的生命也随之而去。此刻我突然明白，原来命运从不等候醒悟的人，他只收走那些不肯回头的光阴。